替大家試過了，端午節出摊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，现在就卖10几塊錢。6月2日傍晚6點半，好像沒什麼顧客。今年的端午節，你們家生意如何？這哪是開店的，我的媽呀！本來想着端午這3天吧，生意能火爆起來。你看這個情況，哪來的人啊？剛剛往外面看了，連走路的人都沒幾個。這放假本來是人多了，咋越來越沒人呢？我都想不通。還有我這個5月份的業績真是一言難盡，一共才幹了6500塊錢，除了房租4000，加上水電費出過之外，落到我手裡才1700塊錢，這哪夠養家了？自己都養不活了，我都不知道咋弄。今年這買賣不是你努不努力的事兒，就是你努力到無能為力，你也掙不着錢。你看這街上，比狗舔的還乾淨。端午節在南寧，街道上冷冷清清，行人寥寥無幾。我想知道，在別的城市是不是人山人海？小孩的生意感覺還是挺好的，但是我們賣衣服的不行。反正我今天依然是沒有開張，不知道別的賣衣服的怎麼樣。今天好像是我第7天還是第8天出來擺攤吧，然後就有4天沒有開張，說來好笑啊，真的是。照這樣一老不開張的這種現象的話，不知道這個地攤還能擺多久。今年失業的人太多了，我今年30加了，失業已經半個月了。我今天就想問大家一個扎心的一個問題：如果說你辭職失業了，沒有收入來源，你們有依靠和退路嗎？不准說謊。有的人可以靠父母，有的人可以靠另一半，那你靠誰呢？今天端午節來擺攤的就我和糯米飯大哥2個人啊，店面也沒開，然後周圍擺攤的人也沒有來啊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擺攤啊？今天因為今天端午節放假，所以說路上人也比較少，車也比較少，沒有什麼人啊。給你們看一下，對面的7家門面只有1家賣包子的，今天也沒有開門啊。下面賣粉的大姐也沒有來啊。然後你再看這路上啊，現在已經7點鐘了，路上基本上看不到什麼車子，人也看不到啊。誰能想到今年端午生意這麼慘？我就謹慎進了5盒粽子，到現在只賣出了1盒，今天自己再吃1盒，剩下的真的砸手裡了。往年好歹還有個人問問價，今年安安靜靜的可怕，半點過節味兒都沒有。手持理念這麼多年，今年的行情真的太難了。同行們把粽子都賣完了嗎？評論區裡聊聊。眼看明天就端午了，但是目前為止今年一個訂單都沒接到。往年賣點茶葉，賣點粽子，這個那個各賣點。去年說不好吧，至少有茶葉的訂單。今年目前為止茶葉的訂單也沒有，什麼訂單都沒有。迷茫得很，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。茶是正經的茶，店是正經的店，人也是正經的人，但是這生意它怎麼就不正經呢？端午節的生意比平常的生意都還要差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端午節這2天的一個生意情況啊。以前我都還能每天做個2、3千，生意好的時候4000吧，頂天了。沒想到這2天，我以為端午節生意會好一點啊，是不是大部分的生意人都這麼想？沒想到端午節我這2天我都是做1000多塊錢，和平時還差個1、2千，還差個將近1000多。我是一條高端貨都沒賣，一個禮盒也沒賣，一箱牛奶都沒有賣。在剛剛過去的端午節期間，中國不少地方的消費市場卻難以感受到節日應有的熱鬧氛圍。往年這個時候，商場、菜市場和街邊店鋪往往會迎來一波消費高峰。然而今年，許多商戶卻發出同樣的感嘆：街上的人越來越少，生意也越來越難做。對於許多家庭而言，在收入降低的背景下，每一筆開銷都要精打細算。不少人減少了去飯館聚餐的次數，轉而選擇價格更加實惠的夜市和路邊攤。面對持續低迷的市場環境，不少商戶發出同樣的感嘆：以前還有旺季和淡季之分，
現在似乎一年到頭都是淡季。你发現了嗎？今年端午節出现了5個之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奇怪的現象。第一個，昨天我去逛超市的時候，貨架上面全是粽子，卻沒有人買。不管是禮盒的粽子還是散裝的，都堆積如山。超市裡面的男女老少人來人往，很少有停下腳步的。看起來包裝很高檔的，但是一看價格，2個粽子賣38，性價比太低，你願意買嗎？第二，昨天下樓的時候碰見鄰居，說他們公司的端午節的福利今年也是嚴重的縮水。鄰居說，以前每到端午節，公司都會給員工準備不少節日禮品，大包小包拎回家是常有的事。但今年明顯不同了，端午節福利大幅縮水，每個人只領到1個粽子，外加1瓶洗手液。今天是周4啊，還有幾天端午節就要到了，可能是因為端午節即將來臨，所以說生意越來越差了。這今天下午賣了車子上這麼一點點啊，那個前面桌子上跟那個爐子上面還挺多的啊。今天好慘，端午節來臨了啊，大家都沒有生意，不是我一個人啊，都在玩手機了啊，都是摆地攤的。以前會覺得失業沒什麼，大不了我換一家是吧？有句話怎麼說？此處留爺，自有留爺處是吧？等有了這個婚姻，有了孩子過後，才發現失業真的會要了一個男人的命。我孩子才2歲，正是離不開人的時候。我家裡面呢也沒有長輩幫襯，老婆全職在家帶娃。以前我以為我是家裡的頂梁柱，現在才發現我只是那一根不敢折也不能折的枯木。端午節咱們的餐飲店銷售都怎麼樣呀？從小縣城舉家搬遷到鄭州已經7年了，今年的餐飲有點不一樣。從過了年就秒入淡季哈，特別是從上一年10月份開始，營業額基本上都縮減到1/3左右。還有一個特別詭異的現象，就是今年餐飲店層出不窮，滷味店也好，小吃店也好，商家越來越不掙錢，可是市場上開的店越來越多。我們這個店端午節的一天營業額1萬左右，但是我還是要告誡，就是還沒有開店的家人們，然後大家謹慎投資。往年逢年過節的時候，店裡的生意是外賣爆单，堂食爆滿排队，忙得脚不沾地儿。今年这個端午反差真是太大了，店裡冷冷清清，堂食的顧客稀稀拉拉的來些人，外賣訂單那真是少得可憐，別說腰斬了，我覺得直接從腳踝斬了。昨天帶孩子直接去景區遊玩，更是看明白了現在的餐飲現狀，大片的遊客自帶水果、甜品、蛋糕、家常菜，鋪塊墊子在草原上就地野餐。博主說，景區餐飲價格偏高早已是公開的秘密，許多遊客對此心知肚明，因此不願意花冤枉錢，能自己帶吃的就盡量自己帶。他感嘆自己做餐飲這麼多年，往年總是越到節假日越忙，可今年客流卻明顯減少，讓他感到十分意外。做的超市店不如一人，真是尴尬。今年端午節的營業額讓我有點懵。我的五龍門店110個平方，7個員工。去年的端午節一天的營業額大概在1.8萬到2萬之間。今年呢，端午3天假期的數據甚至還沒有平時好。發現這個情況之後，我第一時間去問了美團後台的工作人員，因為平時也比較熟，他給到我的反饋是，出現這種情況的不止我一家，是一個普遍現象。我再看我同行群裡的討論，也能很明顯的感覺到變化。女老闆說，大家都在群裡討論今年的生意到底是怎麼了，營業額怎麼會下滑的這麼厲害？重慶武隆是一座旅遊城市，對遊客的依賴很大。按理說趕上端午小長假，來旅遊的人應該不少，可今年卻完全不像往年那樣熱鬧。大家一來一去，卻始終找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。端午節這次放假3天，我們做麻辣燙的啊，這3天反而是最淡的。端午放假3天，這些人都幹嘛去了？要麼一家子下館子要聚餐，要麼是帶着家裡人出去旅遊了。一般都不會在這個端午節專門跑到小區門口吃碗麻辣燙。有啊，但是比較少。少到什麼程度？我們這有幾家老店的數據啊，營業額基本上比平時要掉到1/3，甚至還要更多。這個端午節是廢了啊！今天是節後的第1天，這個端午節餐飲那個外賣啊，咱說的外賣是相當慘烈，我說慘不忍睹。還有就是說，今天是節後的第1天，還是一個禮拜一。都老話說得好，叫什麼？
禮拜一買賣齊啊，現在不是禮拜一買賣齊，是哪天買賣都齊。我就不願意就是說過這個節假日，這節假日一過吧，就沒那個單量就往下掉。然後呢，節後第一天呢也不行。大家有沒有發現，今年這個端午節過的是異常的冷清啊？但是按理說不應該哈，因為這個節假日算是4重把數點滿啊。第一個呢就是618電商節，第二個呢是這個咱們的傳統節日端午節，第三個呢是西方的父親節，第四個呢就是這是一個正常的周六周天。博主說，無論是線上電商還是線下商家，今年的端午節都顯得異常冷清，幾乎沒有任何節日帶來的水花，整個市场安靜的出奇，和普通日子相比幾乎沒有區別。今年端午前夕的生意真的太反常了，各位做服装的伙伴，你們有沒有發現，今年端午前夕店裡冷冷清清，壓根没什麼人。往年端午前夕都会迎来一波小高潮，尤其是童裝和童鞋出貨率特別快，每天甚至還會補一點單。可今年呢，截然相反，童裝基本賣不動，真心裡搞不明白現在的行情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。你們店裡也是這種情況嗎？評論區聊聊唄。我想問一下，真的有公司端午節不發任何禮物的嗎？就前幾天我跟一個朋友聊天，他說他們公司無論是端午節、中秋節、過年還是3·8婦女節，從來都不會發任何的禮物。就我好像感覺啊，在廣東這邊的公司啊，無論經濟效益好不好啊，過節的時候啊，多多少少都會準備一點小禮物，就烘托了一下節日的氣氛。萬萬沒想到啊，端午節的假期還沒結束，暑假工的行情直接崩盤了。這是今天最新的行情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我必須發個視頻紀念一下。我記得6月8號高考剛結束的那幾天，行情還能穩定在18塊錢左右，15號左右呢還能穩定在16塊錢左右。結果這過了一個端午節，直接幹到了13，你想想是啥概念？一個月300個工時，啥也不扣的情況下，一個月也才3900，就這麼點錢，我說真的，咱還是別出來了。今年端午出現了一個詭異現象，粽子賣不動了。不是沒人吃，是所有人都在等最後一天撿便宜。商家也不傻，你等我也等，你不買我就不降。超市大姐說了句大實話，都圖便宜不早買，今年不降價了。消費者和商家互相算計，最後粽子堆在貨架上。今年端午你省下的那幾塊錢，最後全變成了一句算了，不吃了。84年42歲，互聯網大廠失業後回家做全職媽媽。今天是我失業後第一次參加大型考試，趕上是週六，家裡的3個男人一起來送我去趕考，這排場也夠可以了。我要是考不過去，都對不起他們的熱情。考試地點在大興亦莊，離家很遠，擔心堵車，我定了6點50的鬧鈴。沒想到6點半，兒子們就過來喊我起床了。天天關注我的事，比關注他們自己的事用心多了。磨磨唧唧起床，一家子輪流洗洗刷刷，一直到7點半才出門，也沒來得及吃早飯。博主說，他參加的是國家公共營養師考試，從1月份報名到3月底正式考試。他原本有3個月的學習時間，但這3個月裡，他不僅策劃好了好幾場活動，每天還要照顧孩子的吃飯、學習和家務，同時忙着做短視頻、寫公眾號，學習時間被不斷擠壓。他常常覺得力不從心，他覺得自己考不過。考試前一晚，他又做了一套模擬卷，正確率達到了84%，是他這段時間以來最好的成績，讓他稍微安心了一些。到了考場，他發現來參加考試的人比想象中多得多。他猜想，可能是大家都看到了行業的趨勢，紛紛在努力轉型。考場的監控比他預期的嚴格許多，除了身份證、准考證和筆，其他任何東西都不能帶進去。考試結束後，他心裡一下輕鬆了不少，覺得自己通過考試應該問題不大。一段視頻顯示，一家百貨店燈火通明，但店內卻看不到一位顧客，顯得格外冷清。清晨本應是菜市場最熱鬧的時候，但一位賣豬肉的小販拍下的畫面卻是另一番景象。攤位前空空蕩蕩，鮮有人駐足。他感嘆，今年端午節前的生意明顯不如往年，服裝店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。一位女店主在視頻中表示，她原本以為過節人流量會增加，
沒想到一整天下來，進店的顧客只有1、2個人。看着冷冷清清的街道，他不禁感慨：人都到哪裡去了？經營菸酒生意的老闆同樣倍感壓力。一位老闆無奈地說：“店裡幾乎沒有顧客上門，實在太難了。”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